在70多岁，手哪有张萤火？那个人要头发多多，他就厚了。做得很美很美的哈，不会看得出是假的。我觉得我的双手很奇妙，妙在我会排头发。我们做的假发很美。癌末的病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的脑子就在想，我要怎么往前走。我叫黄月玲，我今年37岁，目前患有乳癌第4期。这个所谓的 pot， 因为它已经缝进体内了，针要扎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点疼痛。一个是止吐，一个是抗敏感的啦。就在2022年的12月10，我的肋骨以下、肚子这里很疼痛，整个肝就已经差不多70%都已经布满肿瘤，脊椎骨、肺部、这个胸腔还有到淋巴都布满了那个肿瘤。源头其实是乳癌，可是它扩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被确诊的时候，我其实是正在参加那个新加坡华裔夫人，那还要再继续参加吗？我弃权了，那我在家待，我也不会对我的病情有任何转机。如果我继续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至少我完成了我当初的心愿，就是来参加的心愿。所以我就决定，那就继续参加这个华裔夫人，就是把它完成。Ladies and gentlemen, make some noise！ 大家晚上好，我是编号2的黄月玲。在决赛当天是由那个化妆师来帮我化妆的，我是短发的，他就把它梳成一边，感觉上有能量，那个气场都感觉比较强了。进行的第3个疗程的时候，头皮发麻，整个头皮就好像凉了一下。在那之后，那头发就掉得非常迅速，只要用手挥一挥，那就秃了一块。睡一睡这样起来啊，这边也整个就秃了。后来让我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我小孩，我在房间休息时，小孩就躲在门角落，就不敢进来，充满着恐惧。所以我就在想，可能我应该要顾及他们的感受，毕竟他们还小，一顶假发戴上去的话，他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恐惧。已经都看到。那个有一。黄月玲的假发出自新加坡最后一家假发制造厂，工厂1965年注册，目前员工3位，其中1位已经很久没来上班，大家都做了30-40年。有一些顾客很喜欢跟我们一次订很多个，他睡觉也要戴。他问我有头发再跟他做实景啊，顾客他戴上去，佢講哇很美。我就跟他讲很美啊，你戴美吗？他说美，你那边有镜子，你照一下。病人用的假发多使用真人的头发，货源来自亚洲各地。印度的比较软，中国的可能比较粗一点，所以印尼是中间的，就是。老板将不同来源和颜色的头发混合使用，
做出来的假发色泽和粗细刚刚好。有2个颜色哦，我们就要打给它均匀哦，头发就比较美一点。手指就要度在这样1下2下，它变成好像一个转这样，就要打咯。打了它的头发就比较蓬松一点，不会连在一起。一顶齐肩的假发需要多达33000根头发，重约142克。头发要缝制成一排排的假发片。排头发的时候，我的手指要灵活，我要推它的头发才会跑。有时我的脚搭下去，我的手指没有把那个头发向前移动，漏掉了一点点，变成那边有一个洞，一个洞哦，你整个车上去变成那边不平均。我车第2次的时候，那边厚的那边地方就要拉出来补下去哦，补了给它没有动。假发缝4次，最后扎实的收边，就是一排怎么拉扯或清洗都不易损坏的假发片。然后把假发片缝在发套上。假发套就像一顶帽子，它有3个部位，缝制不同长度的假发片。为了穿戴舒服，假发片之间有空隙可以透风。不过到头顶空隙会变窄，以免风吹过头顶的短发会露出头皮。切到中间那边是圆形的，然后这到这个位置就放一块白色的布，要勾手工了。假发也有发旋，头发会在头顶呈漩涡状的排列，这边的头发要一根根勾上去。有戴眼镜的人不可以勾细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到嘛。好像他这样，他来的时候，他不要学这个。我来找工的时候，我老板他的弟弟带我去那边，我说我头晕了哦。他说为什么？我看那个洞看到2个洞，头晕。光明山今年4月有个落发仪式，361人响应儿童癌症基金会的号召，以剃头来表达对患癌儿童的支持。那么这次应该是第5次还是第6次剃头发了？反正没有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很轻松自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德式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昂哥就说：“哇，小美，你这样剃头发，你的父母没有骂你吗？”可能亚洲人对这个造型还不太能够接受吧。头发对大部分的女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女人就是她们需要长头发，觉得自己有女人味。人的头发平均1个月长1.27公分，要等上几年才能长发飘逸，所以割舍并不容易。有些女性癌症病患会在治疗过程中一下子失去所有头发，其中极少数甚至为此犹豫要不要接受治疗。Until now it's 26 years. Hi, I'm Alison. 黄月玲是第4期乳癌病人，她在新加坡乳癌基金会获得不少好的建议。你可以找到好像知音，人家知道了解你的感受，就是说，哎，这会过去的，这痛苦我们都一直在承受，可是它会过去的。Brisk walking, it actually helps to enlarge our lungs capacity, so it makes me breathe easier. So 我就在想，人生不就过去、现在和未来，再去纠结过去怎么换、怎么得，也没有意思了。所以我的脑子就在想，我要怎么往前走。
Okay, you want to order 2023? Okay, yeah. 假发厂的客户有些身怀病痛，一部分人会提前剪下自己的头发，拿去制成假发，在化疗脱发的时候就可以戴上。我们也想到一个病人的那种敏感性哦，我们不敢问他，他说做长的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以。病人注重假发的仿真度，制作的最后一步很重要，头顶要交给钩织高手阿金姐来处理。你看，它不是像我们的头咯。手工钩织使假发看起来像是从毛囊长出来一样，这效果机器做不到。如果你做到很美的话，它不会看得出是假的，它比较立体感嘛。人家顾客满意戴了满意就好了。有些顾客喜欢假发薄一点，有些喜欢厚一点。要厚一点就把3、4根头发勾在一块儿，要薄一点就2根头发勾进去。2条啦，不可以1条啦，1条等人家断了，梳了头发断了，梳了头发掉出来就没有了。你的双手奇妙吗？你问我这种问题，我不会大嘞。我喜欢这种钩法。有满足感啊！以前我爸爸是剪头发的，叫我学剪头发，我不喜欢，因为他是男的，而且要挖耳朵嘛。假发厂这一天来了一位顾客，他下了一张100顶假发的订单，要过来接收最后的20顶。These are the longer one, longer. Okay. So this one is adjustable one, is it? Yeah, adjustable. Okay. So it's free size. 19岁的郑纯慧是本地一项大型捐发活动的其中一位负责人。他们将公众捐赠的头发制成假发，赠送给新加坡乳癌基金会。乳癌基金会会通过假发出借服务，将假发免费借给有需要的癌症患者。OK，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那个真头发，还有一个很真的东西，就是你看有白头发。黄月玲戴过人造头发制成的假发，总觉得假发太亮，得戴上帽子来遮盖那一份不自然。直到使用真人头发制作的假发，心里才舒服。在耳朵上面压住先，再把它转过来后面。戴了之后，你才慢慢拉，从往后拉。就这顶了啦。当我选中一个那个适合自己的假发的时候，那感觉真的是就是它了。可以保留让人感觉舒服的形象啊！孩子看到我也会感到很有安全感。对于小孩的话，我们还是会感到很焦虑、担心。要是我撑不下去了，那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把它放下。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母亲，把孩子带来世上的话，是要教育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他们还是必须走过这一段，与其去执着，倒不如我们好好的与他们相处，不要再去想那些执念了。头发是3000烦恼丝，它却也是一种安慰。能在病人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减轻他们对样貌改变的恐惧。郑纯慧将把假发送到距离新加坡2400多公里一个温暖又有些哀伤的地方。I had the option to just deliver the wigs via an external party. As a student, that would be a much more affordable option as I wouldn't need to pay for the airfare or the hotel fees. But what I wanted to do was really to bless the cancer patients by being here in person and delivering the wigs to them.
1960年代末，假发是全球时尚代名词之一，美女们巧用假发的千变万化，享受了一个时代。我们的牌子是无计划假发，那时候是一种 fashion， 每个都是想买一顶来戴。我没有读书，没有文凭，所以就是要找一份自己有本事的一个工作。老板你好，哇，我们50多年。朱云平是本地素食业大姐大，年轻时制作假发赖以为生，换取生活的保障。在车头发的时候，我的手脚很快很快。我跟老板讲说，不然呐，这3个人的工作我一个人顶啊。事实上，每一条多少钱，一条多少钱，但是我的成绩蛮好的啦，现金啊700、800块啦。然而，过度生产、产品滞销，假发制造业在1970年代初开始萧条。新加坡原有4家假发厂，到1987年只剩何延昭一家，所有的顾客都找他。19岁的郑纯慧去年带领同学举办了一场大型捐发活动，他们收集了600束头发，交给何老板制成假发，捐给新加坡乳癌基金会和海外机构。找人捐发并不难，其实有不少人都在期盼去年的活动，而他们为了要捐发而刻意留长了头发。我们有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他们来的时候，要他们用 rubber band 绑好那个头发，绑在后面的，然后在 rubber band 上面剪，然后剪完这个可能就不会很平嘛，所以我们就有第2个步骤，就是把它剪平、直了、整齐了，可以回家。大家都是为了慈善啦，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开心。捐发活动进行了好几年，做出来的假发也有一定的数量，所以郑纯慧决定将54顶旧假发进行回收，送往菲律宾的达沃市。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每年新增1500个儿童癌症病例。达沃市唯一公共医院的范围内有一个称为“希望之家”的癌症儿童援助机构。病童治疗期间可以跟家人免费住在这里。Sometimes the younger kids don't really care, but the older kids, the older they get,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appearance. We always believe in the holistic approach. This includes feeling good about themselves, facing another day with cancer in the best versions of themselves. Trim it however you like. Actually, today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I got to put a wig on someone else's head. Wow! And to see them just smile and that joy in their eyes, I realized that actually it does mean a lot to them to have that confidence that comes with the wigs. Happy. So happy. I do not believe in coincidences. People were sent over to us with a purpose. 无论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有意识的努力，处处都有行善的机缘。Being able to bless others is really quit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me, for my generation. As a student, sometimes I think, how can I help cancer patients when I don't even have the know-how of oncology or to be able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scene and all that. But I realized it's just a matter of how much we try to look for these opportunities around us. 郑纯慧已经将捐发活动负责人的棒子交给下一届的学妹，她会将这一趟菲律宾的见闻与他们分享。I completed my chemo already today, so it's really blessing for me. I just expect them to be able to do it out of a willingness to serve the cancer patients and to be able to impact them positively. It doesn't need to be a specific thing, but it just needs to be able to make a difference. 假发厂的阿金和阿梅姐其实想过该不该退休了。
我们和老板说不要做了，手痛啊！你看手都痛了，看这种肿了呢，不能做了。头发好排啊，就很有乐趣。有时排了心情不到，有的头发哦很硬哦，又连这样哦不好排。喝一口水啊，慢慢的克服哦。有一批假发哦，其实有被那个学生送去菲律宾了哦，这样远啊？送去给那边的癌症儿童。学生哦，为了一个癌症的病人，愿意送一顶头发给那个病人戴，我感觉到很兴奋，因为我们做出来的头发能够有人戴啊，我们看到也是很高兴。We are all here to support you. 奇妙的双手能创造的比外在美更深邃，它创造了希望，传递了爱，很有乐趣的。你看，过了那40多年呢，你看，是我没有什么好形容的，也是这样手巧灵活，手巧灵活咯。我觉得他们输了，美美戴了美美就好了。